10分钟读一本书。今天我们来读加拿大著名心理学家、亲密关系专家克里斯多福·孟的《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这本书告诉我们，亲密关系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寻找一个完美的伴侣来填补我们的空虚，而是为了经由这段最特殊、最紧密的关系，找到那个内心完整、灵魂丰盛的自己。现在，请你真诚地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初那个让你心动不已的人，那个让你觉得全世界的光都聚集在他身上，甚至让你愿意付出一切的人，走着走着就变成了那个最能点燃你怒火、最让你感到失望的陌生人？那份最初的美好究竟去了哪里？如果你曾有过这样的困惑、痛苦与挣扎，那么今天这本书或许就能给你一个穿越迷雾的答案。第一部分，我们爱上的往往只是自己的幻觉。朋友们，让我们先回到爱情开始的地方。那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感觉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彩色？吃饭是香的，睡觉是甜的，连空气里都弥漫着粉红色的泡泡。你看着对方，觉得他怎么那么好，幽默、善良、有才华，就连他的一些小缺点，比如笑起来声音太大，或者吃饭有点挑食，在你眼里都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可爱。你觉得你找到了寻觅已久的灵魂伴侣，这个人就是对的人。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克里斯多福·孟称之为月晕现象。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看月亮，月亮本身只是一个坑坑洼洼的星球，但当它周围出现一圈美丽的光晕时，我们就会觉得它无比皎洁、神秘、浪漫。我们爱上的其实是那圈光晕，而不是月亮本身。在亲密关系里，这个光晕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投射。说白了，我们把自己所有对于理想伴侣的期待，所有自己渴望拥有却尚未拥有的美好品质，所有童年未被满足的爱的渴望，像放电影一样全部投射到了对方身上。你觉得他温柔体贴，可能恰恰是因为你内心极度渴望被温柔以待。你觉得他坚强可靠，可能正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够坚强，需要一个依靠。所以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浪漫期我们坠入爱河的对象，严格来说并不是那个真实的人，而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幻象。我们爱上的是那种被爱的感觉，是那种终于找到了的圆满感。书中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作者参加一个派对，看到一位女士，觉得她简直是完美的化身，优雅、智慧、光彩照人。她内心的小剧场已经上演了一整部浪漫电影。可当她鼓起勇气上前交谈，发现对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让她所有的幻想瞬间破灭。那一刻她明白了，她迷恋的根本不是这位女士，而是她自己内心对于完美女性的想象。这像不像我们自己？当初你是不是也觉得对方就是你生命中的英雄，能拯救你于水火？是不是觉得他就是降落人间的天使，能治愈你所有的伤痛？这种感觉真实而又强烈，但它的底层逻辑却可能并非我们所想。这个阶段，我们的内在小孩，那个渴望被无条件接纳和关爱的自己，会跳出来说：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了那个能给我所有我想要的东西的人了。我们天真的以为这个人会永远满足我们的需求，永远像当初那样爱我们。然而真相是，没有任何人能承担得起我们如此沉重的期望，因为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不完美的、带着自己人生功课的普通人。所以当这个美丽的月晕光环逐渐褪去，当生活的柴米油盐、真实的性格摩擦开始显现时，那个被我们投射的完美幻想就会像泡沫一样怦然碎裂，而这就不可避免的会把我们带入亲密关系的第二个，也是最艰难的阶段。第二部分，所有让你抓狂的冲突，都是疗愈童年创伤的绝佳机会。当浪漫的激情褪去，幻象破灭，我们就进入了所谓的幻灭期和权力斗争期。这可以说是所有亲密关系里最黑暗、最痛苦的隧道。你会发现，当初那个你眼中的优点，现在全都变成了让你无法忍受的缺点。他曾经的果断，现在变成了独断专行，从不考虑我的感受。他曾经的温柔，现在变成了粘人，没有主见。你们开始吵架，为各种各样鸡毛蒜皮的小事，马桶盖到底该不该掀起来，牙膏要从中间挤还是尾巴挤，今天谁洗碗，你为什么又忘了我们的纪念日，你为什么总是玩手机不理我？这些争吵的背后，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权力斗争。我们在争什么？我们在争谁是对的，谁说了算？你到底爱不爱我？你能不能为我改变？我们试图用指责、抱怨、冷战，甚至威胁的方式，把对方改造回我们最初幻想的那个完美模样。我们希望他变回那个英雄，他变回那个天使，但结果呢，往往是两败俱伤，彼此都觉得对方变了，不再是当初那个人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克里斯多福·孟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
这也是这本书最核心、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它告诉我们，亲密关系中所有让你情绪失控、让你感觉被深深刺痛的冲突，几乎都与你当下的伴侣无关，而是你童年创伤的旧伤重演。你的伴侣就像一面无比清晰的镜子，他只是无意中按下了你内心深处一个尘封已久的关于痛的按钮，这个按钮是你童年时期形成的。比如说，如果你的父亲在你小时候总是很忙，很少陪伴你，你内心深处就有一个被忽视的创伤。长大后，你很可能会被一个同样事业心很强、需要很多个人空间的伴侣所吸引。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潜意识正在进行一场寻宝游戏，他在寻找一个和当年让你受伤的父母角色相似的人，来给你一次重考的机会。他天真的想，这一次我一定要从他身上得到我当年没有得到的关注和陪伴，只要我能让他为我改变，我的旧伤就痊愈了。所以，当你的伴侣因为工作忙而忽略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反应那么大？你的愤怒、你的委屈，可能不仅仅是针对眼前的这件事，而是叠加了你童年几十年积压下来的那种不被看见、不被重视的巨大痛苦。你的内在小孩在尖叫，看，又来了，又没有人爱我，我果然是不值得被爱的。你的伴侣成了那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下一次，当你和伴侣发生激烈冲突，当你感觉自己快要被怒火或委屈吞噬时，请你试着暂停一下。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这种感觉像不像我小时候经历过的某个场景？他现在的行为让我想起了我的爸爸或妈妈曾经对我的方式吗？当你开始这样向内看，而不是向外指责时，奇迹就发生了。你不再把伴侣看作是伤害你的敌人，而是把它看作是帮你找到内心伤口的信使。这场权力斗争就不再是消耗彼此的战场，而变成了通往自我疗愈的圣殿。这很难，真的很难，但这是从痛苦的轮回中解脱出来的唯一路径。第三部分，真正的灵魂伴侣是陪你一起成长的合伙人。当我们能够穿越权力斗争的黑暗隧道，开始把目光从对方身上收回，转向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亲密关系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充满光明的阶段——整合期与共同创造期。在这个阶段，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根本性的道理：我生命中所有的痛苦和快乐，最终的责任人是我自己。我无法改变任何人，我唯一能做的是疗愈我自己的创伤，填补我自己的内在空洞，而我的伴侣是我在这条成长道路上最重要、最亲密的合伙人。这时候，对于灵魂伴侣的定义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真正的灵魂伴侣不是那个从不和你吵架、完美契合你所有想象的人，恰恰相反，他是那个敢于和你一起面对最丑陋的伤疤，愿意在冲突中保持连接，陪你一起探索、一起成长的战友。你们不再是拳击场上互相对峙的对手，非要分出个你输我赢，你们变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队友，共同的敌人是你们各自内在的旧有模式和童年创伤。你们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安全的容器，在这个容器里，你们可以放心地暴露自己最脆弱、最不堪的一面，而不用害怕被评判或被抛弃。当冲突再次发生时，你们的对话方式会完全不同，不再是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你太自私了，而是可能会变成亲爱的，当你刚才那样说的时候，我感觉到很难过，很委屈。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妈妈总是否定我，我感觉自己好像做什么都不对。我知道这可能不是你的本意，但这种感觉真的让我很难受。这是我的功课，你能陪我一下吗？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转变。我们开始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开始学习去倾听对方的脆弱，去理解他激烈情绪背后那个同样受伤的内在小孩。你会发现，他之所以那么固执，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从未被允许有自己的想法。他之所以那么缺乏安全感，可能是因为他经历过被抛弃的创伤。当你们能够这样相互看见、相互慈悲时，爱才真正开始在你们之间流动。这种爱不再是浪漫期那种基于幻想的有条件的爱，而是一种更深沉、更稳定、更具疗愈力量的无条件的爱。你们的关系从一场消耗战变成了一场双赢的共同创造。你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不仅疗愈了过去的伤，还共同创造出一个更美好、更真实的未来。这才是亲密关系最伟大的意义。它不是一个逃避问题的避风港，而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修炼场。它是一座桥，一座连接你和伴侣的桥，但更重要的，它是一座通往你自己灵魂深处的桥。走过这座桥，你会遇见那个最真实的、被疗愈的、完整的自己。亲密关系就像一场盛大而深刻的双人修行，它会把你打碎，也会让你重生。它会照见你所有的不堪，
也会映出你最美的光芒。不要害怕冲突，不要逃避问题，请勇敢地走进你的关系，去拥抱那个不完美的伴侣。更重要的是去拥抱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最后分享书里的一句话，作为今天阅读的结束，你真正渴望的并非一个完美的伴侣，而是一颗完整的心。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